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安。今天的话题非常重要，我相信对于喝普洱茶的朋友或者喝其他类茶的朋友都有相关的知识点。坚信喝茶的茶友们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思维概念。普洱茶的茶香它是怎么来的？不管任何茶，茶香的由来有几个本质的现象，我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普文把这个茶香的产生分为内因和外因。那何为内因呢？其实内因很简单，所有的茶我们都是拿来喝的那内因的本体就是人，一切是以人品鉴茶为基础的。那人的所有的嗅觉的能力感知苦涩的各种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略微不同的，所以每个人的基础内因就决定了他对茶的喜好或者偏好，对香气的喜爱或者不喜欢。那真正的普洱茶香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外因。外因分为几个点，通过普文这些年的制作和研究，总结了几个点分享给大家。第一个点，茶树是本味，整体的生长环境决定了茶树的内含物质能不能生产出来好的茶青。第二个点就是不同的采摘方式，有的茶采一芽有的茶采一芽一叶，有的茶采一芽二叶，一芽三叶。采摘方式的不同，就造就了这个茶青原料生长时节的不同，所以生产时节它也决定了茶香的一个整体的方向的走向。为什么春茶要比夏茶好喝？为什么春茶要比秋茶好喝？跟整体的气候、整体的环境因素都有影响。而普文又说，不同的采摘方式它决定了香型不同。制作的人都明白一个原理，单芽的跟一芽一叶跟一芽二叶、一芽三叶出来的香型它是不同的，同样的工艺制作出来的香型它是不同的。普文举个例子，野生茶单芽的芽苞做不出来豆花香，但是它一芽一叶它就能做出来豆香，这就是香型的差别。这直接跟时节的有关，时间段有关。如果3月1号只是单芽，那3月20号出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了，那香型就变了，完全跟时节有关。所以我们制茶人要运用这个时节来做不同样的香型的茶。第三点，人为的制作环节可以让茶整体的香型产生不同的香。比如说普文举个例子，同样采用一芽三叶的茶青，我通过每一个环节的不同，它可以制作出来不同的香型，这是真实存在的，懂制作的人都能理解。第四个点，人为的管控跟人为的施肥跟原生态的它出来的香型一定有所区别。所谓的人为管控就是去施肥的去除药打药的除害的这类茶，或者被砍伐过的这类茶为了产量，这类茶跟原生态存在的那种结构生产的茶完全不同。第五个点，温度对茶青起到的作用产生不同的香型。比如说干燥方式，比如说贪凉的温度、杀青的温度都息息相关，能改变普洱茶的香型。大致普文为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点，
相信在实践操作的茶商或者茶人或者茶农都能认识到这些能让普洱茶成品茶香改变的一些方式。我在这里拍这段视频的主要目的是提倡大家我们一起去做真实的茶，去做原生态的茶。你自己能喝的前提下，别人也能喝，自己都不喝，为何要让别人喝？同样，普文希望茶商们不要利用所谓的第一性特殊口感来博得是谋得高价谋得高利，何苦呢？然而破坏这个茶产业健康的发展，因为真正在做普洱茶的一些大业种树种，普文这样告诉大家，近亲关系，这些树种都是检测的话都是相差无几啊，所以这个茶树种里面含的芳香物质也好，内含物质也好，相差无几，做出来的口感只要在工艺严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其实差别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我也真心的期盼茶友们能够悟懂这些道理，尽快早日的喝上真正的原生态的好茶叶，优质工艺的茶叶。这也就是普文来这个茶行业里面不断的制作，不断的总结，能让更好生态的茶真正的面向茶友。好了，今天的个人的观点就讲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茶友给普文点个赞，一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制作。我们下一期节目见。